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康。那今天的话，我们来讲一下人物的几个风格化处理方法哈。那我们马上就直接开始吧。首先的话，第一个是背光哈。背光的话，其实很多东西都有教啊。我们这边再来讲一次哈。首先我们加入这个 Drop Shadow 我们接下来勾这个 Shadow Only， 然后呢，再来的话，我们再加一个这个 CC Composite。加完之后的话，我们先把这个RGB Only 关掉，然后再改成这个扁害哈。它的原理就有一点像是我先开这个哈，这个 Drop Shadow 就是只有阴影嘛，然后 CC Composite 有点像是我再复制一层，然后呢，在这个图层上面，然后呢，那你看说你要在原本的图层的前面 in front 还是在背后哈？那我们这是选背后。好，这时候呢，我们再去移动一下刚刚这 Drop Shadow 的那个距离，你就会发现，哎，这边这里有一个轮廓就是没有被阴影遮住哈，这个就是背光的原理哈。那这边可以自己调你要的背光角度，但你会说，哎，这边有其他的阴影这样露出来怎么办呢？我们这边再加一个效果叫 Set Matte。好。这样就差不多了。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阴影这样太硬太不自然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softness 把它拉高一点。那这样的话就有点这种背光效果。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这个比较多人常用的叫阀值 threshold。我觉得这是比较偏向一些画面比较硬的东西，它可能会用到的一个手法。但我个人没有很喜欢这个效果。那我通常会怎么做呢？我先把这个 threshold 关掉。我自己会喜欢加这个。首先呢，我们先加一个 tint。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这个 curves， 然后最后再加一个这个 posterize。好，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把 posterize 改成3号。那这个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出来跟刚刚的死黑不太一样，它是有一点就是白灰黑这种感觉哦。你可以用这个 curves 来调一些这些亮暗的一个对比。处理起来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是比较细。这时候你就可以再加个什么 tritone 之类的，那你就可以玩一些比较多的花样啊，像是可能这样。就是可以比较多东西，那再来我们可能普通一点的话，就是慢慢吸一下，然后再淡一点这样也不错看如果你要柔和一点的话，你也可以把前面关掉，只留 tritone， 然后呢，你可以这边稍微吸一下，这样我也觉得蛮不错看的。就是比起刚刚那个死黑的话，那我不太建议用 tint 的话，就只有黑跟白就是能够调的东西会比较少一点。这个 tritone 可以调的东西可以更多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讲一下。第3个是卡顿好，加上去可能还好，看起来没什么东西。我们这时候改成这个 edge， 好，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很像线稿的东西那接下来的话有2个东西你可以玩一下，第一个是这个 edge 这边的一个 threshold， 拉越高的话会越多细节可以看到拉越少的话就细节会比较少。然后接下来的话，第2个是宽度宽度你可以稍微调低一点，它的这个线会越来越细。当然呢，你的细节可能会更多更细的东西会跑出来，像这个衣服的光影皱褶之类的。这个的话就是要自己稍微去自己就多拉几个数字没有一个绝对就自己玩开心就好。然后呢，再来的话，我们可以再加个东西叫做linear color key 加上去。然后呢，我们这边吸一下，好，这样的话就会纯线稿，这样就做出来了。接下来的话，你就可以再加一个 fill 之类的，然后来改这个线稿的颜色，纯白或者是黑色，或者是你要的一个蓝色都可以就是玩法其实蛮多的自己一样，看自己的创意好，那再来的话，这边的话我先来加一个背景稍等一下好，为什么呢？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加一个这个天空的影片好，你就想说这人到底要干嘛，对不对？好，我们这边遮罩。绑在这个人身上然后呢，这边人的话打开，然后呢，在这个影片的地方，我们混合模式改这个 overlay， 这样就会有这种效果你可以把透明度调低一点对，就可能会好一点当然有很多东西你可以玩，看像是什么screen 或者是Modify 之类的，就是看自己的混合模式我自己习惯 overlay 或者是可能再淡一点的话用这个 soft light。这个如果说在做一些比较唯美的东西的话，还蛮常见的好，那我们最后来讲最后一个东西就是外框跟阴影。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会建议用这个 layer style 做第一个，我们这边打勾这个 stroke，你会发现有些边边东西那个 PS 去背没去好。那这边的话，你可以调一些什么颜色什么的，然后跟大小。那你可能想说这样就这样吗？不，我们这边可以再加一个这个 drop shadow。好 ，drop shadow 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spread 拉到满。这个线就会比较硬那你这个的话也可以调一些颜色这样子。那它还有一个玩法就是这样，就是我可以把这个 distance 拉到0，然后这时候我再把这个 size 拉高一点，它就会变2层的一个外框线你就可以做一些
造型上的变化。好，这时候你会想说这个东西还不错，但是呢，它的那个质地很麻烦，就是你每次都要对这个图层右键然后调右键调的，它其实是可以做成预设，像这边你可以加一个效果叫做 Slider Control。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像是我们要调这个 Drop Shadow 它的大小我们就把这个 size 这一条线绑在上面。好，你这时候你就可以调它的大小，很方便。好，你可以再复制一个然后呢，我们可能调一下这个透明度拉上去，然后就可以调这个透明度你就可以把一些自己常用的东西，然后这样全部选起来，然后呢这边这个效果也选起来，然后呢我们这边选 Animate Save Animate Preset， 然后你就找个地方这样存起来就好了。OK， 好，那给大家示范一下就是我自己做的东西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有这几个参数可以调然后距离什么大小这样，整体用下来其实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如果你懒得自己做预设的话，我把这个东西放在底下留言你可以自己去拿。好，那今天的话先讲到这边那我是阿康，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